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我叫高建科，是教授级高工。我们这个单位主要是负责两块业务，一个是政府类，还有一个市场类。在政府类，主要是这么几项工作。第一个就是编制城市的总体规划。就是确定城市以后的发展的方向、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分区详细规划，就是在总规的基础上来落实这个每一个区域的发展定位和它的建设规模和人口规模。还有一类就是专项规划。专项规划呢，是指支撑上述规划的一些保障性的设施和基础设施，比如说消防专项规划、供水、供电等等这些专项规划，都是作为上述规划的一个支撑的规划。还有呢，就是专题研究，比如说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新的需求，例如说现在研究的这个叫韧性城市，就是当城市遇到各种灾难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让我们的基础的设施能够具有这种承载的能力。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城市的低碳发展。那么低碳发展面临的方方面面，那么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第二大类的业务就是面向市场，比如是对各种地产开发商他们的开发需求，我们来匹配他们项目的具体的建筑量，然后是用能方式等等。那么今天呢，想聚焦还是我们城市低碳发展。那么在这个单位呢，实际也是有一些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说我们把城市的再生水厂，也就是污水处理厂处理完的这个再生水，一般呢是用于绿地浇洒河道的补水。但是呢，这些再生水实际是还是有温度的，10几度左右。那么怎么把这些温度利用上？那我们就是考虑用再生水，为建筑冬天提供热源，夏天提供冷源。所以呢，这就叫再生水，利用的一个规划。那么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是供热供冷的规模可以达到150万平米，目前呢也是在逐步的在实施。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城市的垃圾焚烧厂余热，把它的余热呢用于城市的居住建筑或者公共建筑的供热。因为北京呢现在呢政府要求新建的建筑都要60%的可再生，那么在城市里边的垃圾焚烧厂，它的余热就是一种绿色的能源，所以充分利用垃圾焚烧厂的余热，解决建筑的供暖需求，也是当前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呢，基本上可以解决近200万平米的一个垃圾余热供热项目。那么这个垃圾焚烧厂的规模大概是日处理的是1000万吨，那么它可以为20万平米的建筑呢提供供热需求。还有呢，就是城市里边现在发展了很多这个数据中心，这是智慧城市所必须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那么这些数据中心呢，实际它也有很多余热，因为它一年四季都要有这种制冷的需求。那么需要冷，它肯定就同时要排出一些热。当然了，它的热呢品质也不是很高，也就是在20到30度左右。但是呢，对于我们应用热泵技术，可以把这些低品位的热
变成了这个建筑所需要的100度以下的这种热能。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数据中心的余热利用的案例。目前呢是有一个项目是可供了一个80万平米的建筑的供暖需求。除此之外呢，还有大规模应用了浅层地热这种技术，为这个一个整个办公区近200多万平米的建筑，提供了冷热源，实现了这么一个低碳减排。同时呢，我们还考虑未来的能源，就是说氢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那么呢，我们呢在氢能方向呢这个方向上呢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因为作为城市来讲，制氢，有几种技术路线，有些这个大型的光伏发电厂和风力发电厂，可能用便宜的电去作为氢的制备的一个能源，但是呢，作为北京这个城市呢，是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风电场和太阳能光伏电厂，所以只能呢利用城市已有的设施来挖掘这个绿氢资源。那么通过调研呢，我们觉得，目前这个城市里垃圾处理，厂是具有这种沼气资源。那么沼气呢，制氢呢，这个技术上呢，目前也成熟，而且它也是一种绿色的能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聚焦在这个垃圾处理厂，一个呢是它填埋场有这种自然沉降过程中的一个沼气，叫垃圾填埋器。同时呢，还有是对有机垃圾处理的设施，它呢都采用这种厌氧方式，所以呢它会也有沼气产生。所以结合这个垃圾处理厂的呃沼气，我们呢在研究用它来制氢，本身是绿色，而且成本呢能耗呢要比这个电解制氢呢要低，而且呢也适合城市这种环境。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方面呢都进行了一些规划和实施的推动。呃，这些技术呢，我想呢就不在这儿详细说，接下来呢会详细的进行介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城市低碳发展相关的应用技术。首先，城市为什么要低碳发展？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太多，其原因呢是我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这个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二氧化碳呢对臭氧层进行了破坏，所以导致一些紫外线直照地面，这样导致地球的温度呢逐年升高，大概是每10年这个温度呢就要增加0.3度。那么按有关专家的研究呢，地球如果不控制这个升温，可能会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所以呢，现在世界上要限制温升，呃，目前来看，这个控制的温升呢，要在30年控制在1.5度。现在呢，目前呢，到23年，现在温升呢已经达到了1.3度左右，所以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如果说不按这个控制，会给这个地球呢带来一些灾难，比如说这个大量的冰山融化，使这个海平面升高，使这个有些陆地呢就被海水淹没，那么这些居民呢就被迫要迁移。第二个呢，就是由于温度的升高，使这个大气的环流呢要进行重新的平衡，在这个重新的平衡过程中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气象的灾难。还有呢，就是温升以后呢，永久冻土层会这个升温，使一些微生物呢复活，
这样呢可能会给这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呢带来一些灾难。所以呢说我们呢要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就是要发展这个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应用技术。那么在城市里呢，我们看看各行业的这种碳排放。这张图呢可以看到呢，一个是建筑业，大概占了5.6%，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最大一部分就是电力、热力用能。实际这些用能都是为我们的城市建筑提供的照明、办公、采暖、空调用能。所以呢，这两部分加起来就接近40%。所以说呢，在城市低碳发展减排的重点应该是这个领域。下边呢，我就是想介绍一下我们低碳发展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我们要节能优先，就是实现我们这个双碳目标，必须呢从供应侧和需求侧同时着手，这样呢才能降低我们实现目标的成本，缩短我们实现目标的时间。这个需求侧的主要任务就是节能降耗，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的目标。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可再生能源先行，就是我们的实现双碳目标，不是为了就停止生产和生活，我们还是要发展，只不过是用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常规的能源，使这个可再生能源作为第一优选。所以这个是可再生能源优先的原则。第三个呢，就是要技术创新，因为按常规的技术来使用能源是达不到这个我们那个既又节能又有经济性，所以呢就必须用新的技术。俗话说，要让马儿跑得快，要让马儿少吃草，只能靠这种新的技术来实现。所以说，技术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第四呢，就是提倡在我们能源系统中，不是一种能源，而是要多能互补。通过这种多能互补的方式来改变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使我们的系统能够稳定的供应。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供储要结合，就是可再生能源它本身有一个波动性，随着白天晚上它有变化，然后呢，我们的用能系统呢，实际也随着白天晚上也有变化，所以都是靠这个储来解决这种不平衡。所以说要供储结合，这样才能实现整个能源系统的稳定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新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地源热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主要是利用这个土壤它这种特性，来为建筑的提供冷和热。那么土壤呢，我们可以大致分为浅层、中层和深层。那么浅层呢，这个地表的土壤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那么中深层呢，基本就能达到25度以上，甚至到150度。那么这个土壤源热泵的原理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土壤的这种稳定性，然后呢是将我们建筑夏天产生的这个排出的热量存到这个土壤中，然后呢这些热量呢在冬季，然后把它们提出来给建筑供热，同时呢再把冬天建筑排出的冷量再存回地下。那么这个存和储之间有一个能量损失，这个就要靠我们的这个热泵这个技术
来作为补充。所以呢，这个技术的一个本质呢，应该是叫做跨季节储能。这个呢就是一个原理图。右边呢是一个夏天的一个工况，就是看红色的是我们把建筑里边的热提出来，存到地下，然后把冬天存的冷又提出去。左边呢这是冬天的一个图，红色的是从地下取出的热，然后呢再把建筑排出的冷再存到地下。这个技术的特点呢，一个呢就是高效节能，供热系统呢这个 COP 可达到4.0以上，这个含义就是说我1个千瓦的电能可以输出4个千瓦的热能，然后呢它的供冷系数呢可以达到6以上，就意味着1个千瓦的电能输入可以送出6个千瓦的冷，所以体现它是高效节能。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能源费用呢比较低，它的费用仅为燃气供热费用的40%，电热锅炉的24%，燃油锅炉11%。下边这个表呢，就是说我把地缘热泵如果作为1个单位的话，那么你看这个燃气锅炉基本是2.5倍，这个电锅炉4.2。这个燃油锅炉就是9，这个呢是地缘热泵的一个建造过程。这个图中最左边这张图，这是2个打井钻眼机，就是它向地下钻孔，孔径大概就是在30公分左右。然后呢，这2个每一个这个钻孔的间距大概是4到5米。然后右边这张图呢是钻好了的这个孔，然后它有一个套管儿，把我们的换热的借着这个管道输到里边去，这个叫下管儿及热回填这个过程。然后第3步呢是我们把刚才说的是打的一些竖的就是管井，然后需要把这些竖的管井呢要通过管道给它连接起来，所以需要一些横向的这个管道。所以这第4步呢就是这个挖掘这个横向管道沟道，然后第4步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竖向管都连接到这个横向管上。左边这张图就是说该在横向管道连接完以后的一个回填过程。然后第6步呢，就是要有竖井，就是把我所有的横向管道，所有的这个管道都连接到我们这个管井上，便于我们的调控。这个呢，就是地缘热泵机房，就是我们刚才所连接的管道都要连接到机房，接到我们的这个热泵机组，作为热泵机组的冷凝器的一个介循环通路。然后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呢，这个是位于北京的一个总建筑面积是22万平米，就是该项目呢就采用了中央空调系统。因这个受这个场地的限制，它在建筑周边都比较紧张，所以呢，所有的这些竖管都打在了建筑的底板下。这个工程呢，已于2006年就竣工开始运行，目前已经运行了这个18年，效果良好。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我们燃气空气源热泵。这个技术呢，主要是利用了吸收式制冷的原理，
它呢是把空气里边的这个热能提取，然后它是以这个天然气作为驱动力来呢，通过它的吸收热泵的运行，将空气里的这个热量提取到系统里。这个技术的特点呢，就是它比较耐低温。像一般的这个电驱动的热泵，它在冬天，工作时受这个室外温度的影响，在温度越低，它的这个效率就越低。像这个右边这个图，这个蓝色的，所以它是直线下降的。而且呢，它温度低了以后，它会在冷凝器上去结霜。那么结霜的情况下呢，就影响了机组的运行，所以就必须让机组停运，然后进行除霜，除完霜以后再运行。而我们这个燃气热泵呢，它因为是采用了吸收式热制冷的这么一个原理，所以它有余热。那么它对冬天低温情况下基本上不受影响。看这个图中这个紫色的这条线，从这个15度零下15度以后，一直到30度，基本它这个效率曲线是平的，所以呢，它这个抗低温性能比较好。然后呢，就是这个热泵呢，它可以实现这个无极的调节，采用了叫 PLC 智能化的控制系统。然后呢，燃气消耗量呢是根据室内负荷，用这个系统呢进行无极调节。水温呢也可以做到自控，达到舒适与节能的完美结合。另外呢，它的噪声要比这个电驱热泵要小得多，基本在设备的1米之外就可以满足我们居住区噪声要求，就是50分贝以下。还有呢，就是它的对末端的适应面比较广，可以采用这种地板供热的方式，出水温度就是40度、45度左右。那么也可以呢用这个暖气片，它呢也可以输出温度可以达到70、80度，然后生活热水、洗浴都能满足。然后关键的是它这个运行费用呢也是比较低的。右边这张图呢是可以看到它跟几个场景进行比较，一个是燃气锅炉，还有呢就是空气源热泵，还有就是互用的燃气壁挂炉。那么从右边这张图上看呢，燃气热泵的这个费用是最低的。比如说在符合25瓦的时候，也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它这个费用才10左右，其他呢都可能比它要高得多。所以呢，它这个经济性呢也比较好。今天是介绍的最后一个呢技术呢是叫环境能热泵技术。这个技术呢实际是用的还是电驱热泵这个原理，只不过是它将这个蒸发器呢是单独设置。它呢这个蒸发器的这个特性呢是可以吸收太阳能，也可以吸收空气能，所以它叫空气能热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对改善了这个原来纯电驱热泵的这个效率。电驱热泵呢，平均下来在冬天呢，可能是在 COP 是在2.5左右，反正是低于3。那么这个系统呢，可以做到2.5到3.8。这个技术的原理呢，就是遵循了这个尼卡洛原理，利用相变介质吸收环境中多种地表的热能，比如太阳能、风能等等。然后呢，通过这个热泵的耦合，然后创新的设计，使这个介质呢
进入到我们那个蒸发器里面，然后通过这个吸能板二次吸入热能最大限度气化，然后经过压缩机的双级压缩，喷射出这个高温高压的气体，然后通过这个冷凝器释放，再经过节流减压装置变成了液体，二次进入循环，如此往复，实现了这个能量的从低位到高位的搬运。这个技术特点就是它的能量来源比较多元化。刚才说了，它可以是太阳能、风能，还有电磁能等等。然后呢，它呢实现了这个冬季不结霜，所以呢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它的制热效率呢可以达到在-12度情况下可以达到2.95到3.6。平均采暖这个能耗呢是35度，比常规的采暖方式呢能节省了10度，而且这个建设成本呢也没有增高，跟常规的空气源热泵基本差不多。噪声呢它是可以在40到68分贝，那么对于居住区呢可能是作为稍微的噪声处理就能达到了这个不超过60分贝。这个技术的应用案例呢，是在中国的山东聊城市有这么一个办公建筑，整个面积呢不太大，7600平米，共4层。它的建筑结构呢是这个砖混结构，保温效果呢是达到了4部节能的水平。原来呢是由这个城市的热力网供热，然后建筑本身设置了这个传统的螺杆机制冷供冷。2020年呢，他们是为了响应国家这个低碳发展的号召，对建筑采暖的空调系统呢进行了节能改造。然后改造的时候就选用了这个叫空气能热泵，目前呢已运行2年，实现了这个每平米供热能耗是20度，比夏季的供冷呢是10度。这个项目呢还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这个奖励，作为2024年零碳中国的一个优秀案例进行表彰。谢谢大家，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2大部分，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2个技术，一个呢是关于城市垃圾处理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城市供暖的。那么第一个呢，关于城市垃圾处理的技术，它叫有机垃圾快速发酵技术。这个技术呢，主要是应用到城市的有机垃圾处理。那么城市有机垃圾处理常规的方式呢，就是说叫做耗氧堆肥，就是把垃圾常规的就是堆在露天那儿，然后让它自然蒸发，这样呢让它里边有一些生物菌就是来回的发酵，然后产生一定温度来达到这个消灭有害菌的目的。但是呢，这种技术呢，一个是占地比较大，然后再有呢就是排放了很多味道，对周边影响比较大，而且还有就是周期比较长。再有呢，就是它的出来的这个产生物吧，就是还是不能很好利用，因为就像发酵完以后就像土一样，它不好再利用，就是肥效比较低。那么这个技术呢，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呢，它是运用本地的一些有机物吧，比如土壤啊，然后呢，先去生产一种叫酵素，从这些东西提出一种酵素，然后呢，用这种酵素呢，掺加到我们的有机垃圾里头，使它呢，在容器中
去发酵，发酵完了以后呢，最后呢是采取这个高温热裂解的方式呢，将它这个垃圾中的有害物质去掉去除，然后呢实现了这个肥效的提升，而且呢，它在这个是处理过程中呢是在密闭的容器中进行的。那么它的具体流程呢是这样，大概分这么几步，一个呢是原料，经过充分的粉碎，达到这个颗粒度大小的要求，然后经过这个上料机呢，进入这个反应设备里边。接下来呢就是添加刚才说的这种生物菌，然后再加一些这个木料、枯树叶、秸秆等，它调配一下它这个成分比例，要求呢达到含水不超过60%的要求，然后通过搅拌后再加入一些菌，然后设备开始进行升温，在160分钟内即可以完成这个反应。这个技术的特点呢是有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这个高效处理，3个小时内完成这个处理过程。通过下面这个表呢，可以看到，嗯，跟其他技术比较，就是比其他技术都是呃60天或者30多天，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才3个小时，而且呢，它这个分量的重量检查呢，丢失的也不多，那么就是意味着它没有更多的有害气体排放。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碳排放减少。这个传统堆肥呢，是利用微生物的分解原理，所以处理过程中呢，要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及甲烷气体，然后造成了这个有机碳的大量流失，基本大约在50%到60%。而这个快速发酵技术呢，基本上杜绝了这个现象，没有更多的流失，所以也就不会产生这种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个是通过有关机构做的一个碳排放这个足迹。那么实际对比以后呢，可以看到这个技术呢，就是碳的叫做足迹减少的是最少的，就是每吨才48克左右，公斤左右，而其他的话都是它的几倍进行几十倍。还有呢，这个技术的应用范围呢比较广，比如说这个单位的或者公司的这种餐饮这些垃圾，还有呢这个造纸厂的这种垃圾，还有污泥，还有这个酒厂、食品厂等等。那么在这个生活的民生领域呢，还有就是家庭的厨余垃圾，单位机关食堂的，再有在这个农林牧副渔呢，这些有机垃圾，比如说菜叶子、果蔬，然后养鸡的粪便等等，它都可以进行处理。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它基本上是无污染、无臭味排放、无废水排放。占地面积呢，可以根据处理的规模，从几十平米到几千平米都可以，也可以作为一种移动式。这个呢是它的一个设备的情况，这个呢设备的处理能力呢大概是在4吨左右。最左边这张图呢是它的一个呃叫做上料设备，然后中间这张图呢是通过皮带输送，
最右边这张图呢，就是它的一个发酵的一个装置。这个图呢可以看出它这个最后处理出来的东西，基本就是像土这种锯末状，颜色是黑色的。这个呢是他们通过了一些检测，是对禽畜粪便处理完的检测，就是符合废弃物处理的中国标准，所以达到了这个叫应用应用肥料的有机物的这种标准，所以呢，他们自己呢也是有一个菜园，应用这种肥料种植蔬菜，效果也良好。今天介绍的第二个技术呢，就是叫分户储能式碳纤维供暖技术。它的技术原理呢，实际就是一个电才能供暖系统，它是通过这种碳纤维的这个散热的效率比较高，所以呢，它跟电力相连接，实现了这个电能和热能的转换。这张图呢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就是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发热线，然后最底下这个蓝色的是它的一个隔热层，就是说它基本是铺在地面上，然后最下面呢是那个建筑的基础，然后通过蓝色的这个绝缘层，防止这个热能向下传递。然后呢，在上面那层就是灰色这个叫做反射层，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再搁上我们的发热材料，然后最上面是一种装修层，比如铺些地砖什么的。然后它这个在黄色的这个发热材料中间呢，它还加上一些储能的相变储能材料。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黑色的就是这个发热的碳纤维。它的这个电热转化效率可以达到98%以上，而且这个过程中呢是没有声音和没有光。这个是它碳纤维的跟我们这个电线电缆的一个连接方式。基本他们这个接头都是呃自有专利，然后获得了叫冷热线连接技术，然后获得了中国的这种发明专利。它是比传统工艺呢，避免了这个漏电，所以大大呢提高了这种安全性。嗯，这个表呢是具体的一些性能参数，比如说它这个硅胶层，它可以耐温到300多度，绝缘层呢也能达到200多度，这个保护层呢也到100多度。实际我们用的话呢，地板附着采暖基本就在40度以下，所以呢这个安全性是没有问题。这张图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杏黄色的，就是它的相变储能，就是它在发热元器件中间搁上这种相变储能。然后呢，它是可以做到了这个晚上蓄热，白天释放，这样呢就等于充分了利用了供电的这个峰谷差，对供电系统呢实现了这种叫削峰填谷。
从经济上来讲呢，股电价格也比较合适。这个就是它相变材料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图，正面和反面。它的这种状态呢是一种管状的这个相变材料，它的热密度呢是显热储热的5到10倍，所以呢它这个体积呢就比较小。利用呢这个相变材料在相变过程中吸收或放出相变潜热的原理，实现了这个利用呢夜间谷电来进行储能，然后呢白天风电的时候呢加以利用，实现了消峰填谷的效果，达到了节能清洁供暖的目的。这个是那个维护单元的一个隔热，就是说，他们公司呢还有除了就是对我们这个供暖设备本身有一个新的技术，还有他们就是还有这个对于这个隔热材料，他们呢可以在玻璃上呢贴上这种隔热膜，然后呢将保证了这个室内的这个热量不会流失。它的综合能耗呢，它可以降低了20%。然后这个技术的还有一特点，它是因为它是分户的，所以呢可以达到了这个分户按需供热的这种目的。同时呢，它基本上就是省下了传统供暖方式的这个管理人员呀、维修啊，它们这种设备材料都是跟建筑是同寿命的，基本是在50年以上。所以呢，它的运行过程中，实际就是通过我们的监控来实现这个管理，所以基本就没有这种管道，所以呢，省了一些建材。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它也能实现低碳，然后它的控制是比较方便，所以可以实现了叫智慧供热。这个呢，就是它一个示意，就是最左边是住户，住户里边的每个房间它都有一个温度控制单元，然后你可以设定每个房间的温度可以不一样，然后通过手机呢就可以看到一些温度，然后通过无线传输呢可以传到这种中控，然后通过中控呢来调节，可以提前预算到不同建筑在不同地方，那么它的室外温度变化跟室内供能要求的这种平衡。这个呢就是它一个云平台的管控。最上面呢是一个气候普涨系统，就是说根据室外的气象模型，然后呢根据室内的需求，我来预测这个下一个时段或者是明天的这个我的供暖方案。然后呢，它还可以通过感知室内感知系统，就是可以感知你这个房间是否有人，如果没有人的话，它就可以降温运行。然后也可以实现的这个分区分时的一个控制系统，然后还有一个呃供电高峰和低谷的一个控制，就是说，如果我晚上这个小区里面供电负荷增加了，就是大家都下班了，回到家里头可能灯啊、这个电器啊都要大开启，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住户来讲呢，电负荷比较高，那么它自动可以感知到，它设定一个值，等它超到负荷达到一个限值，它就可以把我们电采暖系统先停掉，然后呢，等我们的负荷降到合理程度，它再开启。所以呢，它这种
自动来削峰填谷。然后这个技术呢，它还可以实现了6个0，就是基本和政府投资为零。这主要指的就是说，常规的供暖系统要修热源厂，要修管道，然后还要呢楼内还要修这种入库管，那么这个系统就不要了。然后再样就是零污染，因为它使用的都是呃这个电，那么电才呢从电能转换成热能，实际是零排放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做到电力增容是零，因为它是有一个自动调节感知，所以呢，你的电负荷上来时候，我就先暂停一下我的电采暖系统，因为我有储能嘛，我可以靠储能先释放着，等到电力负荷下来了以后，我再开启。而且在你电力负荷最低的时候，我可以全部开启我的这个系统，然后把多余能量通过我下面材料储存起来。然后呢，就是设备的零折旧，因为它跟建筑是同寿命的，所以呢，不像其他设备20年左右我就要更换了，那么它呢不存在这问题，所以呢，它的维护费用也是零，然后用户的满意度也是可以做到100%。下面就是它的几个应用。这个照片呢是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时候的一个指挥中心，大概是建筑面积呢是5000多平方米，竣工时间呢是2021年的7月。它这个呢就是铺装的在地下铺装了这个电采暖，然后呢运行效果也是比较好。嗯，这个呢是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廊坊的一个住宅，就采用了这种方式。然后呢是在入住率在80%的时候呢，呃，为这个用户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一个供暖保障。这个是在中国的贵州省的毕节市，也是这个住宅，它的总的面积呢是90多万平米，那么一期呢20万平米呢采用了这种方式，呃，效果呢也是比较好，因为这个小区呢还属于一种高档的，所以呢用户反应呢也比较好。这个案例呢是在呃中国的一个扶贫项目，在承德的滦平县，它是5.2万平米。因为扶贫嘛，这个老百姓的支出的费用有限，所以呢，通过他这种方式呢，基本我都是在利用低谷，所以呢，这个住户的承受能力呢也能接受。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把有机废弃物变成植物需要的高品质肥料仅需3小时。我们的实验工厂准备上料，现场观摩指导，开始上料牛粪，添加秸秆辅料，设定程序参数，开始工作，添加专用生物制剂，牛粪与秸秆混合，充分搅拌。
经3小时快速发酵完成。开始出料。这就是充分完成腐熟的高品质有机质肥料。寒冷的地球北方，房间供暖是人类舒适生活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北方，基于政治、能源背景，以煤为燃料的集中供暖方式是最传统的供暖方式。为了城市居民的舒适与便利，政府给予了大量补贴。随着工业发展，雾霾加重，国家推行煤改燃的政策，有效执行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由于使用了清洁但更为昂贵的天然气能源，因此传统供暖方式发生着变化，由大集中正逐步向小集中及分布式能源供暖转变。这种使用模式大大降低了供暖设备的初始投资，但昂贵的运行成本依然是全面推广煤改燃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缺油少气的国家能源格局，也使得一些地区呈现无气可用的局面。奇威特燃气空气源吸收式热泵，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由公司团队多年刻苦攻关，最终研发成功的最新供暖方式。它集3D，即投资低、运行费用低、排放低和2高，即对抗投资风险能力高、对抗入住率不稳定性能力高于一身，将掀起我国供暖领域的一场革命。燃气空气源吸收式热泵，客户购买成本低，单机、多机皆可运行的灵活特点，使其进一步减少了分布式能源的集中程度，直接安装在建筑屋顶，对单楼供暖，无需2网，进一步减少了初始化投资。由于使用了热泵机理，使得其天然气的消耗量只有传统锅炉的45%左右，大大节约了供暖的运行费用。由于使用了无双核耐低温技术，根本上提高了机组对抗高湿低温空气环境的能力，进而大大减少了对天然气的需求，运行费用更低，缓解了天然气的供需矛盾。燃气热泵的排放量由此也减少了55%左右。先进的预混燃烧技术，使得氮氧化物的排放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如此技术对空气质量的治理将做出突出贡献。燃气热泵在建筑建成后才分布安装的特性，有别于传统集中供暖的同步安装，能有效提高客户对抗投资风险的能力，降低其资金成本。燃气热泵的模块组合方式和单台无级调节的能力，从根本上提高客户对抗入住率不稳定的问题，提高对入住率的适应性。
奇威特燃气空气源吸收式热泵，集3低2高于一身，是世界供暖领域的最新科技，是您安装集中供暖方式的不二选择。同呼吸共节能，奇威特燃气空气源吸收式热泵。